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随着新一轮减肥方法的不断涌现，很多人盲目尝试，导致身体无法适应，出现贫血、月经不调等问题，甚至反弹，导致饮食更加混乱。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呢？减肥后应该展现更年轻、更美丽的形象。许多人想要减肥变得更加迷人，通常会尝试减少饮食或增加运动等方法。然而，如果从青春期开始就一直这样尝试，却屡战屡败，这种情况就值得警惕了。即使通过强行减肥成功减重，但最终效果可能让外表看起来更加老化、疲惫不堪。这样的结果肯定会令人感到沮丧。尽管很多人倾向于听取流行信息，但实际上正确的基础知识更为重要。通过学习正确的知识并付诸实践，您将不再陷入减肥过程中的种种困境，避免因减肥而带来的身体不适、反弹等问题。让我们通过扎实的基础知识，远离减肥可能带来的健康问题，过上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吧。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备受欢迎的身体治疗师森拓郎先生的《美丽人士不轻易老去的饮食方法》。这本书不仅仅着眼于减轻体重，更重要的是从美容和健康的角度出发，指导成年女性正确饮食和运动，从而保持年轻美丽，远离衰老。虽然我提到的是女性，但毫无疑问，对想要健康、年轻、帅气的男性同样非常重要。因此，我希望男性朋友们也能认真学习这次的知识。我们不能只被动地接受外界的最新信息，而是要思考如何让自己更美丽，需要现在的自己具备什么，应该做什么，并选择性地具体地表达这些想法和决定。让我们努力朝着更健康、更美丽的目标前进吧。为此，基于正确的饮食、运动、睡眠等基础知识，反思自己的生活习惯。如果存在与自己理想美丽相悖的不良习惯，就要改变成良好的习惯。首先要做到这一点，这也是关键所在。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写的是关于饮食的基础知识。虽然这些知识看起来很普通，但正是因为很多人无法做到这些普通的事情，才导致无法美丽的减重。因为他们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些是必要的，所以很容易被那些轻率、甜蜜的减肥方法所吸引。这些方法声称可以快速见效、轻松减重，您可能会被诱惑去尝试这些减肥方法。但我们应该更注重正确的基础知识。我会专注介绍这本书中提到的4种保持年轻的饮食方法中的3种：身体不松弛的饮食方法、不显老的饮食方法、肌肤不松弛的饮食方法。这些方法易于理解和实践，希望您能将其中一项或几项作为新的健康美容习惯融入生活中，尤其是对于那些发现自己一直有意识但做不到的方面。现在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是身体不松弛的饮食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感觉到身体开始松弛，或者希望防止松弛。以下是一些可能会导致这种感觉的生活习惯。您是否有这些呢？1、经常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主食如米饭或面食被剔除。2、缺乏运动习惯。3、为了快速减重而进行饮食限制和激烈运动。4、偶尔尝试进食，但之后可能导致身体不适和饮食失调，而倾向于暴饮暴食。对于那些有以上习惯的人，我建议特别要注意。作者称，这些习惯都与皮肤松弛有关。一旦出现皮肤松弛，就会导致以下问题：虽然 BMI 在20左右，但体脂肪率却高达30%左右，身材看起来没有曲线美，姿势不佳，臀部下垂，手臂松软，大腿松弛，看起来更显老态。要消除松弛，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以下是3个关键点：1、糖分限制的陷阱；2、均衡摄入各种营养的日式定时；3、每天适量运动比每周2次健身更为重要。接下来，我将逐一详细解释这些内容。首先，从避免松弛的关键之一——糖分限制的陷阱开始解释。很多人为了减肥，常常选择限制糖分，这是常见的做法。
确实，很多人通过限制糖分成功减重，但作者提醒我们，糖分限制也存在一些陷阱。只依赖短期的糖分限制减肥，停止后容易反弹，这是因为极端的糖分限制会减少肌肉量。此外，糖分限制会导致肌肉消耗糖分能力下降。当停止糖分限制后，摄入的糖分可能无法被肌肉消耗完全，导致更容易堆积脂肪而非肌肉。反复这样的循环会使脂肪增多，肌肉减少，形成松弛的身体状态。即使体重与年轻时期相同，外观看起来更显老态。如果你想要在不显老的情况下保持身材纤瘦，那么不要听信到处都在宣传的关于吃这个对美容有好处，不吃那个就不会发胖等信息。与其进行片面的饮食限制，不如重新回归基本的饮食方式，来恢复因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新陈代谢能力。随着体脂肪一起减少，肌肉也会跟着消失，这样看起来就会显得松弛。失去肌肉后，会以反弹的形式重新出现，这样并不理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即使减少饮食量，也要保持所有营养物质的均衡摄入，是至关重要的原则。虽然在减肥过程中，很多人认为糖类是导致发胖的恶魔，但我们必须记住，糖类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也是生存所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关于营养平衡的说法，大家都耳熟能详，但真正能够坚持的人又有多少呢？糖类是我们的能量来源，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等组织所需的营养素，脂质则是激素的主要成分。除了这三大营养素外，还需要均衡摄入必不可少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来促进这些营养物质的代谢。此外，适度运动并使用肌肉可以有效利用糖类，无需刻意进行糖类限制，从而使新陈代谢更为活跃，拥有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接下来我将解释避免松弛的关键之二：均衡摄入各种营养的日式定时。首先是三大营养素的情况，蛋白质以 P 表示，脂类以 F 表示，糖类碳水化合物以 C 表示。我们将这三者的平衡称为 PFC 平衡。适合保持 PFC 平衡的饮食是日式定时。为了避免老化松弛，理想的 PFC 平衡基准如下：蛋白质 15%至 20%， 脂类 20%至 25%， 碳水化合物 55%至 60%。这样说可能有些繁琐，因为要一一计量，但不用担心，只要选择日式定时，如米饭、味噌汤、烤鱼、炖菜、豆类和海藻等食物，就能保持良好的平衡。需要注意的是，仅依靠蛋白质和维生素的补充剂并不可取。如果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并且达到理想的体重，最好是通过饮食获取均衡营养。在工作日的午餐或与朋友外出就餐时，并非总能吃到日式定时，因此即使选择其他菜单，也要尽量注意 PFC 平衡。例如，日式荞麦面条是非常优秀的 PFC 平衡食材。在选择午餐时，如果感到困惑，选荞麦面条，并选择含有蛋白质的配菜，如纳豆、鸡蛋、豆腐等。此外，添加沙拉或蔬菜汤等菜单可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至于晚餐，选择法式或意大利料理时，选择套餐能更容易达到 PFC 平衡。脂类可以与肉类、鱼类等蛋白质一起摄取，所以在菜单中包含面包时，最好选择脂类含量较少的法式面包等。意面应选择非油鸡的版本，如果可能的话，和风意面，例如配酱油的意面会更适合。脂类是必要的营养素之一，但要注意不要摄入过量。记住，沙拉酱、蔬菜浓汤或蛤蜊浓汤等脂肪含量较高，要控制摄入量。当意识到 PFC 平衡和补充维生素矿物质成为习惯时，您的身体将更接近不松弛状态。接下来我们谈谈避免松弛的第三个关键点：每天适量运动比每周2次健身更为重要。为了保持紧致的身体，每天都需要进行足够的运动，充分利用摄入的能量来增强肌肉和燃烧脂肪也至关重要。
很多人因为办公室工作而运动不足，可能会选择每周去健身房几次来弥补这一不足。然而事实上，即使去了健身房，仍然感觉无法减肥的人也很常见。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不去健身房的日子里消耗的热量较少。那些不去健身房的日子几乎没有运动的人，一周内的平均热量消耗无法达到理想状态。虽然增加健身房次数似乎是一个解决方案，但增加时间或难以持续是个问题。此外，还需要注意过度劳累或因此而导致的过度进食。因此，推荐的方法是在日常生活中增加更多的活动，逐步养成每天适量活动的习惯，有效稳定的消耗热量。例如，每天步行7000步可以消耗约200卡路里的热量。此外，利用楼梯、站立工作或增加步行距离等方式，也能积极消耗更多热量。通过这种日常积累，可以在一周内明显增加热量消耗，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不去健身房而导致的运动不足问题。因此，养成每天适量活动的习惯非常重要。接下来是第2章不显老的饮食方法。对于感觉瘦下来后不仅没有变美，反而显得老态龙钟的人，或者想要预防松弛的人，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是否有以下生活习惯或症状呢？1. 每日摄入的热量低于基础代谢量。2. 虽然想吃很多，但却吃不下。3. 咀嚼不够充分。4. 经常便秘或腹泻。如果你有以上任何生活习惯或症状，请务必注意。作者称，这些都可能导致皮肤松弛问题。例如，如果出现了松弛的情况，可能会面颊凹陷、出现皱纹，皮肤容易粗糙，面色不好看。这样一来，瘦下来反而显得皮肤不健康，失去光泽。要避免显老和松弛，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 不要仅仅依赖蛋白质食品。2. 调整肠道环境。3. 注意细嚼慢咽。接下来，我们将逐个解释这些避免松弛的关键点。首先是不仅仅依赖蛋白质食品这一点。近年来，蛋白质备受关注，各种蛋白质饮料和零食也随之流行，不少便利店也有售。对于很多人来说，认为多摄取蛋白质就能保持身体健康。例如，早餐喝蛋白质饮料，午餐吃蛋白质棒，零食吃蛋白质巧克力。您是否也有类似的饮食习惯呢？作者对这种观念和饮食习惯提出了警示。现实情况确实是，现代人的饮食以糖类碳水化合物为主，而蛋白质摄入常常不足。蛋白质是消化酶和肌肉、骨骼、细胞的重要营养素，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仅仅增加蛋白质摄入却毫无意义，因为如果摄入的蛋白质无法被充分利用，反而会成为负担。只有将蛋白质有效地吸收利用，作为骨骼和细胞的材料，新陈代谢才能变得活跃，有助于保持肌肤和肌肉的弹性和年轻外观。因此，增加消化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推荐摄取能促进蛋白质分解的食物，比如水果汁、梅干等，以及萝卜、蘑菇等成分的食品。将这些食物加入到餐前或主食中，可以提高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能力。解决饮食问题不应只靠蛋白质补充品，而是要适量摄取蛋白质，并搭配有助于促进蛋白质利用的食物。接下来要讨论第2个关键点：调整肠道环境。摄取过多的蛋白质可能导致另一个问题，即恶化大肠环境的可能性。未被消化吸收的过量蛋白质会成为坏菌的食物，在大肠内增加有害菌的数量。经常摄取大量蛋白质会导致腹胀、便秘或腹泻，这可能是因为蛋白质过剩导致大肠内有害菌增多，从而导致肠道环境恶化。当然，肠道环境恶化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例如胃酸功能较弱会对小肠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食物中携带的细菌或口腔中进入的杂菌通常会被胃酸消灭，但如果胃酸功能较弱，这些杂菌可能会到达小肠，并在那里繁殖。这些细菌会在小肠中夺走本应被吸收的营养物质，导致营养失调，表现为疲劳、腹胀、腹泻或便秘等肠道不适的症状。
这种情况被称为小肠内细菌异常增殖症。一旦发展为小肠内细菌异常增殖症，肠道内原本存在约1万个细菌的数量可能会增加到其10倍以上。这些细菌会持续夺取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物质，并继续增殖。为了调整肠道环境，我们经常建议摄取发酵食品和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但在小肠内细菌异常增殖症发作期间，应该暂时停止摄入这些食物，以恢复正常的肠道功能。在正常肠道功能状态下，为了维护肠道环境，请每天摄取富含水溶性食物纤维和有益菌的发酵食品或乳酸菌饮料等。此外，请尽量避免摄入过多的蛋白质和加工食品，因为它们可能成为有害菌的食物。接下来是第3个关键点，注意细嚼慢咽，这是健康饮食的基本原则之一。虽然人人皆知，但却是许多人忽视的重要环节。要意识到充分咀嚼食物的重要性。充分咀嚼食物有2个好处：一是可以增加唾液分泌和消化酶的产生，促进食物消化；二是可以抑制食欲，促进组织代谢产热。因此，咀嚼食物不仅是为了更容易消化食物，还有助于调节消化吸收和代谢循环。建议大家不要只吃软食物，可以选择有咀嚼度的食材，并养成细嚼慢咽的饮食习惯。接下来是第3章肌肤不松弛的饮食方法。如果你尽力进行皮肤护理，但却感觉肌肤质地恶化，或者想要预防松弛，请问一下你是否有以下生活习惯：一、经常服用矿物质补充剂；二、食用添加物较多的加工食品；三、喜欢饮用甜味饮料或甜食；四、喜欢食用油炸食品。如果你有以上习惯，请务必注意，这些都可能导致肌肤松弛。肌肤松弛会导致以下情况：一、腹部凹陷；二、皱纹增多；三、面色不好看；四、皮肤变得粗糙。当出现这些情况时，容易给人一种无精打采、沉闷的外观。为了避免肌肤松弛，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在这里，我想解释2个要点：一、缺乏矿物质可能导致皮肤松弛；二、改善贫血对预防松弛很重要。我们将逐个解释这些要点。首先是避免肌肤松弛的第1个要点：缺乏矿物质可能导致皮肤松弛。大家都知道，第一印象中看起来年轻或比实际年龄老，主要取决于皮肤的状况，特别是皮肤松弛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大。导致皮肤问题的原因可能包括睡眠不足、熬夜、吸烟、缺乏日晒防护等，这些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但是饮食因素也是造成皮肤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皮肤松弛的一个原因是皮肤新陈代谢变慢，角质层的更新速度减缓。加工食品的摄入与皮肤松弛密切相关。加工食品在加工过程中会损失维生素和矿物质。由于现代饮食普遍缺乏矿物质，过度依赖加工食品会导致矿物质严重缺乏。当身体缺乏矿物质时，无法正常代谢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这会导致皮肤和其他细胞更新速度变慢，从而影响到皮肤的状态。此外，过多摄取加工食品中的糖和添加物会加速体内的氧化和糖化过程，从而对细胞造成损害。缺乏矿物质以及过多摄入糖和添加物会阻碍皮肤等部位的新陈代谢，导致肤色变暗，显现年龄特征。其他导致肌肤松弛的原因还包括空腹时摄取甜食、高脂肪食物、压力、缺乏运动以及饮酒等。尽管我们都了解这些对身体不利，但有时很难完全避免，因此需要寻找简单的解决方法。强调绝对禁止某些事情可能会增加压力，因此每个月安排1次放松日，可根据个人情况调整，比如每月1次或者每20天1次，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总体来说，健康饮食的关键是保持营养均衡，而不是过度追求某种特定的饮食习惯。为了健康美丽的减肥，关键是保持营养平衡，而不是过分限制糖类或脂肪摄入，也不是过度摄取蛋白质以增加肌肉量。
这些都是保持年轻的基本饮食原则。我们要充分利用三大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类和蛋白质。现代人常常缺乏的关键矿物质之一就是矿物质，其中特别重要的有镁、锌和铁这三种。锌和镁在蛋白质合成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镁和铁对能量产生至关重要。那么，为了改善这些矿物质的不足，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首先要明确的是，最好不要完全依赖补充剂，因为这些矿物质本身在体内吸收较为困难。因此，我们应该通过食物摄取，并结合能促进它们吸收的营养素一起摄入。要有效地摄取矿物质，关键在于确保一日的饮食的平衡和多样性。首先是豆类，包括大豆、枝豆、纳豆、豆腐等，其中含有丰富的镁。此外，还有各种坚果和种子类食物，比如芝麻、杏仁等。芝麻是一种包含所有矿物质的优质食材。接下来是海藻类食物，比如和风味的海带、昆布等，其中含有丰富的铁。关于铁的摄取量，应该分次摄取，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接下来推荐的食物包括绿色蔬菜以及根茎类蔬菜。在选择蔬菜时，应该多样化选择不同种类的蔬菜，而不是只选择同一种类。接着是鱼类和海鲜，比如煎鱼、金枪鱼等，富含矿物质。再之后是蘑菇类食材，比如香菇、蘑菇等，它们不仅富含矿物质，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因此应该积极食用。然后是各种块茎类食材，比如芋头、马铃薯等，虽然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但由于消化吸收较慢，所以也适合消化吸收能力较低的人食用。这些食材组合不仅可以满足矿物质需求，还能丰富餐桌或便当的多样性和美味程度。建议考虑采用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接下来是避免肌肤松弛的第二个要点：改善贫血。贫血的改善非常重要，因此我想对此进行解释。最后，关于矿物质中提到的铁元素，我想进一步详细说明一下。铁是构成血液的重要成分之一，也是血红蛋白的原料。如果缺乏铁元素，血红蛋白就会减少，导致血色变差，皮肤看起来暗沉。此外，铁的缺乏会影响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引起头晕、疲劳等不适症状。特别是女性，由于生理原因更容易出现贫血，因此平时要注意摄取足够的铁元素。贫血会导致多种不适症状，请务必重视。铁元素在体内吸收较困难，因此最好通过食物摄取还有助于铁吸收的维生素 C 和葡萄糖酸。这些维生素主要存在于水果和绿叶蔬菜中。血球生成所需的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B12 含量较高，可以从大豆、海藻类、肉和鱼类等食物中获取。另外，也需要摄取其他代谢所需的营养素，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些人可能觉得每天摄取这么多种类的食物很麻烦，但请放心，通过采用之前提到的确保一日饮食的平衡和多样性，就可以补充这些营养素。与补充剂相比，食物摄取可以避免给身体带来过大的负担和消化吸收不良所导致的肠道环境问题。因此，请尽量从食物中获取所需营养素，并与其他营养素一起摄入。最后，我想提醒一下贫血的症状以及可能导致贫血的生活习惯。你是否确保摄取了足够的铁元素和与之协同作用的营养素呢？以下任何一种症状都可能表明存在贫血或贫血趋势：一、头晕或眩晕感；二、面色不好，皮肤暗沉；三、容易感到疲劳，身体总是感觉沉重；四、稍微走坡或上楼梯时气喘吁吁；五、经常外出用餐或食用市售便当；六、常食用速食或冷冻加工食品；七、正在进行节食；八、指甲颜色苍白或出现裂纹、断裂。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种症状，一定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确保营养均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